2026年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北京中南海的权力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紧张。一方面，地方债务压力山大，财政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外资加速撤离，年轻人才外流，高层内斗清洗频繁，庞大的权力机器仿佛在快速失血。如果中央政权出现失控，大厦将倾，哪一块版图会最先从巨人的身躯上脱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朝廷无力掌控全局之时，地方势力便蠢蠢欲动。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某些省市早已隐藏着独立自主的裂痕。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中南海一旦失控时，最可能割据自立的5个省市，看看谁会打响帝国解体的第一枪。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武昌起义枪声一响，不到2个月内便有14个省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中央权威一旦瓦解，各地风起云涌，各拥军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历史如此惊人地告诉我们，当山高皇帝远，地方诸侯往往各奔东西，自立门户。那么在当代中国，隐藏的裂痕又在哪里？从西域边疆到东南沿海，从雪域高原到南国越地，我们可以找到5个最具割据潜质的省市。他们有的民族矛盾尖锐，有的历史上曾独立自主，有的经济实力雄厚，不愿被中央拖累，有的对北京心怀不满，蓄谋已久。一旦中枢失控，这5个地方很可能率先各行其事，而这第一枪一声响起，或将引爆连锁反应。接下来我们逐一盘点这5个可能最先割据自立的省市，深入分析他们各自的背景、动因和演变路径。请注意，我们并非在危言耸听，而是以历史为鉴，探索未来潜在的走向。当北京的权力光环不在，究竟哪一方势力会揭竿而起？是早已压抑许久的民族之怒，还是经济强省的不甘之心？让我们一探究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西北边陲的一座火药桶。这片被称为西域的土地，自古就远离中原政权的辐射，是帝国版图上最难驯服的一隅。今日的新疆面积相当于1/6个中国，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然而，在繁荣表象背后，新疆长期潜伏着民族与宗教的紧张矛盾。一旦中央控制松动，新疆很可能最先引爆独立的火花。我们不妨回顾新疆的历史。清朝一度征服了天山南北，但清廷积弱时，新疆也曾脱离掌控。1860年代回部首领阿古柏割据南疆，建立政权与清军对峙，一直到1870年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清政府才重新掌控此地。民国时期的新疆更是局势混乱，地方军阀盛世才，沙俄势力、日本间谍各方角力，新疆一度接近苏联势力范围。20世纪上半叶，新疆先后诞生过2个短暂的独立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别在1933年和1944年于南疆和伊犁地区成立。虽然寿命短暂，但已经揭示出维吾尔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实现了对新疆的再度统一。然而民族问题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积累至今。目前新疆的人口约2500万，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超过一半，汉族大约占40%左右。绝大多数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上与汉族截然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东突厥斯坦这个名字怀有特殊的感情，那是维吾尔民族对新疆故土的称呼，象征着摆脱汉族统治、自主建国的梦想。对北京而言，新疆的完整稳定是国家核心利益，但对许多维吾尔人而言，中国政府往往被视作外来统治者。这种认知的鸿沟使新疆成为一道隐隐燃烧的裂痕。近20年来，新疆发生过多起流血事件和暴力冲突，从乌鲁木齐的骚乱、喀什的袭击，再到昆明火车站无辜平民遇袭，新疆分离势力与宗教极端分子不断以血与火挑战北京的统治。尽管官方将这些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打击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极端行动背后蕴含的正是长期累积的民族矛盾和独立倾向。北京当局为此祭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
2014年以后，随着暴恐事件频发，政府在新疆展开所谓再教育转化运动，大规模设置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是严密管控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有报道称，高峰时期多达100万人被送入这些中心，接受强制洗脑改造，街头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警和全副武装的特警巡逻。新疆几乎被打造为现代警察监控社会。然而铁腕政策看似压住了暴力事件，却难以真正扑灭积怨。对许多维吾尔家庭而言，亲人无故失踪，进了再教育营，文化和信仰被强行改造，这笔账迟早要讨。种种迹象显示，新疆问题仿佛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状态，表面平静的背后是紧绷的神经和压抑的火山。维吾尔人的反抗如今被迫潜入地下，但从未消亡。如果哪一天中央政府的高压网出现松动裂缝，新疆极有可能瞬间炸响独立的巨雷。想象一个场景，北京无暇西顾之时，在南疆喀什地区，一小队经过秘密武装的维吾尔青年举事占领了地方政府办公楼，他们挥舞着蓝底星月旗帜，高呼东突厥斯坦独立万岁。一旦这第一枪打响，沉默的大漠将回响出7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连锁反应。南疆数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人口密集城市相继响应起事，地方武装冲击公安军警据点。驻扎新疆的解放军第79集团军虽然火速出动，但此刻的北京自身难保，中央军委调度失灵，军队士气亦受政局影响而动摇。一时间，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战云密布，北疆的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等汉族较多的城市仍由政府死守，但南疆腹地广阔的乡村和小城镇可能落入维吾尔武装之手。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新疆局势失控，周边的强大邻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本就活跃着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维吾尔武装组织残部，一旦内乱爆发，这些武装可能乘势越境而入，支援新疆独立势力。同时，土耳其等国内部对突厥语民族有同情力量，国际上或许出现声援东突的呼声。在此情形下，北京如果丧失对新疆上空的绝对制空权和对外交通线，新疆极可能实质上脱离中央控制，那将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巨变。中国自清朝乾隆平定回部以来，经过200多年，再度面临西域失守的局面。总之，新疆具备成为第一个割据自立区域的所有要素：遥远的地理位置、强烈的民族独立诉求、持续的流血冲突，以及外部势力的潜在介入。一旦中南海权力中枢出现真空，新疆这座西部火药桶的引线将被点燃，其爆炸威力足以撼动整个中国版图。因此，如果要问谁最有可能打响帝国解体的第一枪，新疆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已进入倒数计时的引爆点。与新疆遥遥相望，在中国的另一端，还有一块潜藏独立暗流的高地——西藏。青藏高原之巅，世界屋脊之上，西藏自治区仿若一个沉睡的狮子，表面安静顺从，内心却潜伏着对自由的渴望。千百年来，西藏民族和文化独树一帜，与中原王朝时亲时疏，关系暧昧不定。如果北京中央的威权一旦削弱，这只沉睡的雪狮很可能苏醒长啸，再度寻求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西藏在行政区划上是所谓自治区，实则由中央高度掌控。自1951年17条协议签署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北京政府在拉萨建立了政权机构。起初西藏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宗教自由，然而随着共产党的统治深入，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被逐步取缔，矛盾终于在1959年3月彻底爆发。拉萨的藏人为保护达赖喇嘛而发起大规模起义，但最终遭到解放军血腥镇压。第14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自此之后，西藏失去了实质自治，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寺院被关停破坏，喇嘛还俗，经书焚烧。在随后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传统文化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许多藏人至今记忆犹新。
寺庙里曾供奉千年的佛像被推倒砸碎，曾经香火鼎盛的甘丹寺、色拉寺一度人去殿空。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央对西藏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也在名义上恢复了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政治高压从未真正放松。80年代拉萨爆发过几次僧俗民众要求自治的游行示威，都被迅速镇压。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藏各地，包括临近藏区四川、青海的藏族聚居区，再度出现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事件。藏人对汉人商铺、政府机关发起冲击，导致流血冲突。尽管当局随后调动重兵平息，但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西藏问题的烈度依然存在。在此之后，当局对西藏和周边藏区施行更加严厉的监控与同化措施，派驻大批汉族干部支边，向藏民强制推广汉语教育，限制宗教仪式活动，同时严密封锁消息，阻止外界媒体和人员进入藏区。即便如此，无声的反抗仍在继续。自2009年以来，已有超过150位藏人以自焚这样极端的方式抗议，他们中有僧侣，也有平民。从藏区首府拉萨到临近四川的阿坝州，都曾出现过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熊熊烈火中，是藏民族绝望又无畏的抗争呐喊。对许多藏人来说，他们心中的真正领袖仍是那位远在达兰萨拉、印度北部山城的老人达赖喇嘛。这位1935年出生的第14世达赖，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在藏人心中的神圣地位未曾动摇。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多年来一直主张真正自治，甚至高度自治，表面上放弃了立即独立的诉求，但其最终目标仍是保存藏民族的完整文化与信仰，不受北京摆布。随着达赖年事渐高，他的转世问题也成为西藏未来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北京宣称拥有认定下一世达赖的权利，甚至早早培养了所谓自己的达赖人选。可以预见，一旦现任达赖喇嘛圆寂，中央政府若强行推出一个傀儡转世灵童，将遭到全球藏人一致抵制，引发西藏全境的宗教震荡。如果届时北京已是自顾不暇，这场因信仰而起的风暴足以转化为独立的狂飙。想象中南海权威垮塌之时的西藏，那或许是拉萨的山头重新飘扬起雪山狮子旗的一天。多年晋升的哲蚌寺、色拉寺的喇嘛们走上街头，诵经祈祷，请求独立自由。藏族群众手持达赖喇嘛的法像，高呼愿达赖返回西藏。地方的藏人干部和年轻一代或将在一夜之间丢下中共党徽，转而拥护流亡政府的号召。原本驻守在西藏的解放军第96集团军和武警雪域师可能陷入指挥瘫痪他们当中的藏族士兵会不会临阵倒戈？汉族官兵又是否愿意为一个风雨飘摇的北京政府浴血苦战？如果中央下令强硬镇压，很可能导致整个高原血流成河。但若北京对西藏鞭长莫及，短期内一支由流亡藏人和当地不满官兵组成的临时西藏卫队，或许会迅速形成，控制拉萨等主要城镇。国际方面，印度对西藏局势同样举足轻重。西藏和印度多年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藏人流亡定居印度，达赖喇嘛也在印度获得庇护。如果中国政权崩溃导致西藏真空，印度极可能暗中支持藏人重建自治，以建立一个亲印的缓冲地带。但印度出于自身利益，未必希望西藏正式独立招惹长期纠纷，更可能倾向于一个实质独立但名义自治的不结盟西藏，从而既削弱了中国，又不完全激怒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新政权。此外，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一直敏感，一旦藏人起义，有关人权和民族自觉的呼声将响彻全球，给予西藏独立运动极大的道义支持。综上所述，西藏虽然不像新疆那样近期有频繁的暴力事件，但其民族觉醒和独立意识同样深厚，且随时可能觉醒。那雪域高原下潜藏的暗流，一旦汇成汹涌激流，势必冲垮北京在西藏的一切统治符号。中南海的失控，无疑将是藏人苦盼多年却又充满未知风险的机会。当历史走到这一步，西藏很可能紧随新疆之后，高举自由的旗帜，
谁又能否认，当雪山狮子发出怒吼，整个帝国的屋顶都将随之颤抖呢？在讨论完2个遥远的边疆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香港。这座曾经的英伦东方之珠，回归25年来命运跌宕，从繁华开放的国际都会到近年政治高压下的沈默岛城，香港社会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如果北京中央的控制力衰减，香港极有可能成为率先各奔东西的那一批地区之一。对香港人来说，那将是一次关乎命运的抉择，是趁机挣脱北京的羁绊重获自由，还是继续困守在崩塌帝国的阴影下？许多人心中其实早已有了答案。回顾香港过去几年的巨变，可谓瞬息万变又宿命般的走向对抗。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北京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给予高度自治。然而现实发展却让这句承诺大打折扣。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席卷全城的大示威，都表明香港社会对北京干预高度警惕乃至抵触。尤其是2019年的抗争，从和平游行到警民冲突逐步升级，数以百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高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一些年轻激进示威者甚至公然举出香港独立或请求外国介入的旗帜。尽管主流民意未必支持立即独立，但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差异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这场长达半年的社会运动最终遭遇强力镇压和疫情因素才平息，但香港与北京之间的裂缝却已经永久存在。为了彻底控制香港局势，北京在2020年强行颁布了香港国家安全法。自此，香港实际上告别了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时代。大量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狱，反对党派被解散，传统自由媒体被迫关闭，连小小的一句口号、一首歌曲都可能触犯国安红线。短短2-3年间，香港从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变成了高压统治下的沈默城市。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绝望。大量专业人才和有志青年选择移民他国，逃离他们所认为的高墙囚笼。然而，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守，在表面顺从下隐藏着希望，等待时局出现转机。如果中国中央政权出现动荡，对这些压抑已久的香港人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试想北京政权示威之时的香港图景，或许届时中央再无力顾及香港，也无暇通过驻港部队镇压民意。香港特区政府内那些亲北京的高官闻风潜逃或被市民软禁，一批本土派人士和留守的民主派领袖站出来组成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恢复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有可能不需要正式宣布独立，只要表态拥护原基本法高度自治，实际上就已经等于不再听命于北京。全副武装的驻港解放军此刻也面临两难：继续执行北京命令镇压，会导致市民激烈反抗和国际谴责；而不行动，则眼看香港脱离中央掌握。假如北京此时四面楚歌，自顾不暇，驻港部队极可能采取消极态度，暂时封锁军营自守，观望局势发展。香港的警队在失去中共提供的强力后盾后，其基层人员多半不愿再为垂死政权卖命，镇压邻里乡亲。一些高层甚至可能转而与临时行政委员会合作，以求自保。如此一来，香港街头将重现自由的空气，人们重新高喊争取民主的口号，维多利亚港两岸又响起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更大的可能是，香港不会孤立的行动，而会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英国作为前宗主国，对香港有历史责任和法律上的 BNO 护照持有人照顾承诺。一旦北京失控，英国很可能在外交上承认香港临时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援，帮助香港稳定过渡。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样会视香港为自由民主的灯塔，迅速解除对香港的任何制裁措施，恢复特殊贸易待遇，并在国际组织为香港提供席位或者观察员身份。可以预见，一个脱离中共控制的香港将极具吸引力。众多过去因安全法而离开的香港人，或许会怀着激动的心情陆续回归，投身重建家园。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反而可能因为没有了集权干预而得到巩固。国际资本愿意继续把香港作为通往中国以及亚洲的门户。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挑战。香港的抗争虽然积蓄已久，但多年的高压统治也削弱了其武装反抗能力。香港市民大多崇尚和平理性，缺乏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如果北京侥幸保住部分军事实力，并孤注一掷的武力夺回香港，手无寸铁的市民将面临巨大风险。因此，香港要成功自立，恐怕需要结合周边其他力量一同施压。例如，广东省若也处于半独立状态，广东地方当局可能切断进入香港的解放军补给，甚至以维护地区稳定为由阻止外来军事干涉，这等于变相保护了香港。再如同为一国两制的澳门，如果北京倒台，澳门未必有强烈独立意愿，但它作为邻近的特殊行政区，可以与香港协调，共同维持南中国一带的繁荣稳定。总之，香港虽然面积小，人口少，但却是中国体制内最特殊也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一旦失去北京的钳制，香港几乎可以立刻运转起一套成熟的治理机制和法治架构，迅速与国际全面接轨，这是其他内地省份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说，香港天生就有成为城邦的基因，如同新加坡般自立，多年来只是缺乏机会，而中南海政权的失控无疑将提供这样的历史机遇。对香港人而言，那将是摆脱宿命的选择，要自由还是继续被专制牵连。相信绝大多数经历过近年巨变的港人，心中自有他们的答案。东方之珠渴望重新闪耀，等待着云开见日的时刻。一旦条件具备，香港绝不会放过这重获新生的契机。当其他地区多以民族或政治自由诉求寻求自立时，有一座城市的割据野心则更多源于经济实力和地方利益。这就是被称为魔都的上海，中国的经济龙头，东方的国际大都会。很多人或许难以想象红色政权的发源地上海会有离心倾向，但事实上，上海自近代以来就有着特殊的城市性格，既骄傲自信又务实精明，更习惯以自身利益为重。假如中央政府失控，上海这座超级都市未必愿意陪整个帝国一起沉沦，它极可能选择的是保护自身繁荣，寻求更大自治权，甚至成为一个东方新加坡式的独立城市。让我们从上海独特的历史讲起。上海在清末开埠后迅速崛起为远东商业中心，曾长期由外国租界和本地政府治理，中枢对此鞭长莫及。那时的上海滩号称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中自成一国，清政府的官员进入租界都没辙。民国时代，上海更一度扮演第二首都的角色，许多民国政要居住上海，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少决策实际上在上海密谋形成。可以说，上海人早就习惯了相对独立的治理环境和国际化规则。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强势接管上海，没收资本家财产，改造冒险家的乐园，一度让这座城市回归普通中式城市的轨道。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迎来命运转折，成为中国经改的排头兵和经济中心。90年代浦东开发，上海重返世界金融舞台，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上海帮这样的政治势力形成，以上海籍官员为核心，在北京权力场上颇具影响。由江泽民、朱镕基，直到后来的韩正等人，无不带着深深的上海印记。尽管习近平本人曾在上海短暂任职，但整体而言，今天的中央决策圈对上海利益的考虑往往让位于全国平均。在一些上海市民眼中，北京某些政策是在吸上海的血，让上海为全国埋单。现实中，上海虽富庶，但也承担着沉重的财政上缴任务和政治任务。每年上海创造的 GDP 约占全国 GDP 的 4%， 而其财政上缴比例甚至更高。也就是说，上海赚的钱相当一部分被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调剂给了其他省份，用于平衡地区发展。上海人引以为豪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其实得到的中央返还支持远低于他们上缴的份额。这种肥水外流状况在经济繁荣时或许不那么刺眼，但一旦国家经济下行，上海人难免会产生不满，为何要拿本地纳税人的钱去填补外省的无底洞？
近年来，中央施加的一些政策更在上海引发争议，比如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在2022年将上海推向风口浪尖。上海原本尝试较灵活的防疫措施，以减少对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冲击，但中央介入后，强令上海封城数月。那段时间里，这座优雅繁华的城市陷入混乱，物资短缺，市民怨声载道，基层管理不堪重负。许多上海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央政策表达不满，甚至出现针对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暗语抗议。虽然最后在高压下声音被压制，但上海 vs 北京的矛盾已经种下种子。对见多识广、以效率著称的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未必愿意再无条件服从来自北京的僵化指令了。此外，上海深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联系也为他提供了寻求自治的底气。截至2025年，上海全市 GDP 超过4兆元人民币，经济总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上海还拥有全中国最完善的工业体系、金融体系和航运枢纽港口。上海港是世界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陆家嘴金融城汇聚了数百家跨国企业和外资银行。更重要的是，上海居民的教育水准和市民素质在全国名列前茅，社会治理相对成熟现代。如果让上海自治甚至独立运行，完全有能力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不会出现治理真空。事实上，许多上海知识精英和商界人士心中一直隐隐期待着一种更自由开放的环境，使上海真正与纽约、伦敦、东京平起平坐，而不是被国内复杂政治牵绊手脚。如果北京中央陷入崩溃，这些人脉广泛的精英们很可能会推动上海自保，避免被帝国沉船拖下水。他们的理念是，与其陪着中南海一起沉没，不如率先求变，打造一个东方自治市来守护来之不易的繁荣。一旦时机出现，我们可以预见上海的行动方式会和边疆地区很不相同。上海不太可能采用武装起义或群众运动的方式宣布独立，它更可能走精英协商和平稳转换的路径。在中央政府权威瓦解的混乱中，上海现任的市级领导假如具有务实开明的倾向，可能会联合本地几大家族企业、金融界领袖以及驻守东部战区海军的一些将领，迅速成立一个上海特区临时管理委员会，宣称在局势恢复前自主管理上海。这个委员会或许不直接挑战中国统一的大旗，而是强调维持上海稳定，保障国际商业运行。他可能会公开承诺继续保障外商利益，兑现所有国际金融义务，以此获取各国的认可和支持。实际上，这已经等同于变相自治。随后，上海很可能与长三角邻近的江苏、浙江等经济强省联手，形成一个松散的华东自治经济区。毕竟，长三角地区向来经济联系紧密，文化相亲，区域合作基础良好。如果北京不能提供有效治理，那么华东及省市完全有动机自己组建联合管理机制，维系本区域的经济金融稳定。而上海无疑是这个联盟的龙头和中心。当然，上海要实现上述愿景也面临挑战，一个是来自中央残存势力的敌视，某些保守强硬的中央势力绝不允许上海公然搞资本主义独立，他们可能试图调集忠于自己的军队或其他省份的武装力量南下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需要争取华东其他省份一起抵御压力。例如，南京军区或东部战区的部队如果倒向地方自治，那北京就很难再收复上海。另一个挑战来自内部，毕竟上海多年深受共产党统治，体制内官员未必都有魄力冒险脱离中央。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可能更愿意维持现状，害怕独立后失去全国市场或遭报复。因此，如何在内部达成共识也是关键。不过，一旦中央大势已去，现实利益考量将促使多数上海精英倒向自治一边。毕竟上海不论独立与否，都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避免卷入全国动乱更符合他们利益。魔都上海一向以精明闻名，所谓上海精，说的就是上海人深谙权衡之道。如果帝国崩解成多股势力，上海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下注，而绝不会选择跟随失败者沉没海底。这座城市有充足的底气和资源，成为东方自治的先行者，高素质的人才、强大的财力
完备的城市机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未来自治的本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上海极可能扮演一个不流血的革命者角色，不喊口号，不舞刀枪，而是通过体制内变通与谈判，悄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觉醒来，也许我们会看到一则温和但意义深远的宣告：为维护上海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即日起，上海市政府将自主行使管理权，直至中央政府重新恢复有效功能。这种委婉说法背后，是一座城市向帝国挣脱的决心。所以，不要小看了上海的潜在离心力。这头经济巨龙平日里隐忍沉稳，但在必要时，它也会奋起一击，保护自己的荣耀与利益。当中南海的光环不在，魔都或将上演属于自己的剧本，开启东方自治的崭新篇章。在潜在割据势力的名单中，绝不能漏掉南中国的经济大省广东。有人常说，得广东者得天下，也有人反过来问，如果广东自立，天下将如何？广东省地处南海之滨，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省，这里孕育了改革开放的奇迹，也长期扮演中央财政的贡献者和经济引擎角色。然而，广东与北京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财政和利益矛盾。历史上，岭南文化本就与中原有别，广东更是革命策源地，多次割据自治。如果中南海失控，广东很可能各奔东西，成为率先脱离中央束缚的地区之一。届时，南越大地或将出现一股新军阀势力，自主掌控华南，让北京望洋兴叹。广东的割据基因可以从历史谈起，早在清末民初，广东就屡屡站在变革与独立的前沿。1894年，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甲午农民起义未果。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中就有广东。1911年11月9日，广东咨议局正式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驱逐清朝官员，成为南方革命军的重要根据地。随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广州成为革命军的大本营。虽然政权旋即让位于北京临时政府，但广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南方势力中心。北洋军阀时代，广东几度成为孙中山、陈炯明等人建立军政府、反抗北洋的据点。特别是1920年代初，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形成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局面。此时的广东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成为中央政府之外另一个中国。在随后的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广东依然展现了相对独立性。抗战爆发前的陈济棠时期，广东军政实力强大，被称为南天王。在1936年前后，几乎要与蒋介石中央摊牌独立，后来因西安事变变局才暂时妥协。而抗战胜利后，广东一带也是军阀割据此起彼伏，直至共产党执政才消弭军阀。但是广东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自豪的区域认同，我们是岭南，不完全一样的中国。广东话、粤语与普通话相差甚远，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各自精彩，与中原文化存在明显区隔。普通广东百姓可能未必有政治分离意识，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情感认同相对没那么强烈，更多是务实地看待谁能带来实惠。如果中央无法提供利益，甚至成为广东发展的障碍，广东人就有可能支持地方自主调整方针。经济上，广东改革开放后一直领跑全国，从80年代的南方讲话、开风气之先，到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引资造富，广东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创造了奇迹。近30多年，广东经济总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5年，广东全省 GDP 达到145800亿人民币，已经连续37年雄踞全国首位，占全中国经济总量的1/10以上。如果把广东当作一个经济体来看，它的体量相当于全球前10位的经济体之一，超过大部分国家。广东还是全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省份之一。2025年，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 9.5 万亿元，占全国将近1/4。这意味着广东赚取了巨额外汇，
也为中央财政输血不断。然而，这样的经济火车头却一直感受到被掠夺的压力。广东每年上缴中央的税收和财政贡献都极其庞大，而获得中央回流的建设投资和预算安排却相对有限。换句话说，广东辛苦创富，但成果很大一部分被拿去支援落后地区。当然，全国一盘棋下，这可以理解为应尽义务，但广东人难免会想，如果没有中央的抽血，我们本可以发展得更好、更快。更棘手的是，广东正在面临自身经济转型和社会问题的挑战，而中央的政策未必总是有利。比如近年来产业链外迁、外贸压力增大，广东很多制造业企业艰难求生，但中央却在倡导国内大循环，对外资外企态度摇摆，导致广东吸引外资遇阻。而在房地产与金融政策上，北京的一刀切调控也让深圳、广州等地叫苦不迭。地方债务方面，广东自身财力雄厚本不成问题，却也被迫参与对全国性隐性债务的纾困。所有这些都让广东的官民对中央政策有时产生不满情绪。如果中央失灵，广东完全可能认为我们有能力自行搞定我们的发展道路，没必要听从一个已无力回天的朝廷号令。想象一下帝国风雨飘摇之时的广东局势，或许在北京发生权力真空的几日内，广州那边广东省的主要官员、驻广东的南部战区军方高层以及本土商业巨头已经紧急聚会商讨应变，他们很可能会迅速达成一致。广东必须稳住，绝不能卷入北方的混乱。随即，一个广东地方自保的计划出炉，例如广东省政府发布公告，宣称由于国家政局动荡，广东将启动非常状态，全省武警和公安只听命于广东省非常委员会指挥，一切中央指令需经省级审核后再执行。这实际上等于宣告广东割据自立。南部战区驻广东的部队若站在地方一边，那广东的底气就更足。这些军队将成为保护广东自治的护盾，阻止外来势力干涉。接下来，广东可能采取措施掌控周边。首先，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重镇会被严密控制，确保社会秩序和金融秩序稳定。广东的工厂和港口将继续开工运转，以安抚人心，显示繁荣照常。其次，广东会极力拉拢邻近的广西、海南等南方省区形成联盟，甚至包括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区。如果广东此刻宣布保障香港、澳门的安全供给，如粮食、水电等，并与他们协调共存，那香港、澳门都将更顺利地运行自治，而不致孤立无援。可以说，广东很可能成为整个华南地区的领头雁，把周边零散势力凝聚成一个华南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需要一纸独立宣言，但事实上已经与中南海彻底切割，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实体。有趣的是，广东的这种割据如果成功，对中国版图的影响将极其深远。过去王朝更迭，华南地区往往是最后一批被统一的，所谓天高皇帝远，南管岭南地。这次若广东率先自立，其他地区如福建、湖南甚至四川、云南等可能纷纷仿效，形成多个地区性政权鼎立的局面。广东自身由于有经济强力支撑，很可能在这乱世中过得最好，产业体系完整，外贸港口在手，自身又有充裕财政。一旦中央丧失调配能力，广东过去上缴中央的巨额资金将留在省内，用于本地建设和民生，那广东的发展反而有望再上一层楼。如此一来，广东百姓对中央的依附感会更淡薄，反而庆幸于脱离了负担。从心理上，广东人会更加认同自身的南越身份，甚至可能出现要求进一步独立建国的声浪。一个可以对比的参考是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以外共和国，当年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都毅然决然离开莫斯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资源丰富或者有民族归属，可以独立生存。同样的道理，一旦局面明朗，广东很可能也会选择走得更远，从自治走向独立。当然，广东的未来走向还取决于领导这场割据的本地精英们的决策。他们或许不会立即挑衅全中国统一情感，而是采取渐进策略。例如，在名义上，
他们可能还承认一个虚设的中国联邦，广东是其中高度自治的一州，但实际上广东享有外交贸易自主权和军事指挥权。随着时间推移，华北内地若无法重新整合国家，广东就会水到渠成，地以南方共和国之类的新国家形式出现在世界地图上。毕竟广东人不缺务实和魄力，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并不执着于某块旗帜的颜色。一言以蔽之，广东的经济肌肉、历史传承和文化凝聚力使其完全有条件成为帝国失控后率先各奔东西的领头羊。当北国风雨飘摇之时，南越或将明哲保身，自立门户。届时，北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昔日靠广东养着的中央，如今再也号令不动这片富庶之地。南国号角一响，华夏版图势必出现巨变，北京政权将失去最强劲的财政呼吸机，而广东则可能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治实验。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南海能否稳住自身。一旦它露出一丝败相，广东这条巨龙绝不会错失良机。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新疆、西藏、香港、上海、广东这5个省市各有各的独立动因，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中国版图上相对特殊且充满活力的部分。一旦中央权力真空出现，这5地很可能最先撑开裂缝，冲破牢笼，走上各自的道路。而谁会真正打响第一枪？从目前迹象看，或许新疆那根引线已经烧得最短，西域的火星只待星火燎原，极端压抑之后往往是最猛烈的爆发。当新疆的狼烟点起，西藏的血狮也会吼叫响应，香港的年轻人将重新聚集在金紫荆广场，高唱自由之歌。上海的精英们开始启动金融都市的自保机制，广东的南国号角则响彻岭南，号召华南各路人马共谋大计。这幅图景看似遥远惊人，但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向，变局往往在瞬息之间。需要强调的是，帝国的解体从来不是孤立的单点事件，而更像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个地方的动荡会传导给另一个地方，一块版图的脱离会激发起其他版图的连锁脱离。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的国情下，中央威权长期以来是维系统一的关键。一旦这根支柱断裂，各地天然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浮现出水面。除了我们详细讨论的5个省市，中国其他一些地区也可能在连锁效应下走上割据之路。比如内蒙古可能出现蒙古族要求统一外蒙古的运动，虽然经过多年汉化，内蒙的民族意识较弱，但在全局崩溃时仍有变数。东北3省可能在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因素影响下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毕竟东北曾有满洲国的先例，还有长期与广东相邻的福建，地理上与台湾对望，也可能寻求特殊出路。但相较而言，这些地区目前并没有上述5地那样强烈和明显的自立信号，故而没有列入最先割据自立之列。然而一旦巨轮沉没，没有哪片木板能独善其身，中国其他省份要么被动卷入战乱，要么也将步其后尘，自力求存。对中国未来走向而言，这种解体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的世界大国苏联一夜解体成15个国家，南斯拉夫更是在战火中分裂成7块。这些帝国崩溃的画面曾让许多人认为中国也难逃崩溃论。然而中国能在苏东巨变时幸存统一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经济起飞和中央强力控制相结合。但时移世易，如今的挑战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红利趋近，债务高筑，社会矛盾累积，对外关系紧张，体制僵化等问题相互交织，使中央统治基石出现松动。如果再遇上内部权力斗争失控或重大危机引爆，那中国版图分崩离析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这并非我们乐见的局面，但历史往往以其冷酷的逻辑演进，无视人的主观愿望。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央当局若敏锐察觉到了这些隐忧，及时进行深刻改革，弥合矛盾，收拢人心，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避免帝国滑向失控的深渊。毕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周期剧本，但每一次分裂后往往又会走向新的统一。
今天我们描绘的歌剧图景，并非对未来的确切预言，而更像是一种警示，提醒人们那些潜藏在盛世之下的风险。一个国家的统一稳定，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和财力，更需要各族群、各地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利益平衡。如果这些基础出了问题，那么无论版图多广，人心不齐，最终仍难避免四分五裂。就在此时此刻，中南海依然灯火通明，决策者们或许还未真正意识到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民间早已有敏感的人开始追问，万一有那么一天，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应对巨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中国未来能朝着和平、民主、繁荣的方向转型，而不是陷入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动乱。可历史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或许很多年后回首今日，我们会庆幸这一切仅仅是假设，也可能会惊叹于当初种种预兆的成真。帝国的命运总是如此跌宕，让时间去检验一切吧。如果中南海真的有失控的一天，让我们记住今天分析的这5个名字：新疆、西藏、香港、上海、广东。看清它们，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国的未来。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每一条裂痕的形成都有其深层原因。当第一声枪响刺破夜空，余音袅袅中，一个旧时代将宣告结束，而一个新的篇章正艰难而决绝地展开。愿历史终将给出答案，也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在巨变中寻得和平与新生。